买回来的新鲜大蒜，教你只要保存起来，放半年依旧不发芽也不干瘪，随用随取，特别方便。大家好，欢迎来美食菜味。蒜味大辛辣，营养丰富，能用来搭配各类菜肴，而且价格经济实惠，深受大众喜爱。但是因蒜的收获期集中，且护烯作用具有持续性，储藏难度大，如无良好储藏措施，就容易发霉、腐烂、变质或者发芽失水。因此，掌握常见的储蒜方法是关键。掌握这些技巧，即使储藏1年时间，都能保证大蒜不干扁发芽，口感良好。方法1，首先我们要制作一个神奇的防潮除菌包。先在桌面平整地铺上一张纸巾，接着往纸巾上撒上一些食盐。食盐呢，可有着出色的防潮能力，时刻守护着环境的干燥。再撒些小苏打，它和食盐搭配起来可谓是强强联手。然后小心地用纸巾将食盐和小苏打包裹起来。最后借助橡皮筋将这个包裹固定好，这样一个自制的防潮除菌包就大功告成啦。别看它狭小一个，作用可大着呢。接下来准备一个黑色的塑料袋，这个塑料袋呢，可是大蒜保存过程中的关键角色。我们要将保存的大蒜全部放进来，再把刚刚制作好的防潮除菌包呢给放进去。黑色塑料袋具有良好的遮光性，能起到隔绝光源的作用。要知道，光线呢可是会刺激大蒜发芽的，隔绝了光线，就相当于给大蒜的发芽之路设置了一道障碍。同时，它还具备密封的特性。当我们把大蒜和防潮除菌包都放进去之后，密封的环境可以减少外界空气与大蒜的接触，降低了大蒜被氧化以及受潮的风险。而这个防潮包，它能够在我们储存大蒜的环境中持续发挥防潮和除菌的功效，为大蒜营造一个干燥、卫生的居住环境，有效防止大蒜因为潮湿和细菌的影响而发芽变质。方法2，我们可以把大蒜呢放进大米里。不管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，大家餐桌上都少不了大米，它可是我们餐桌的主食担当。平时做饭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大米放久了容易生虫，好好的粮食就这么浪费了，怪心疼的。其实有个简单又好用的办法，就是把大蒜呢放进大米里储存。这个小窍门效果特别好。这么做呢有2大好处。先说大蒜本身保存呢就有点麻烦，放久了容易干扁发芽，可要是埋在大米里头就能存得更久。大米呢就像给大蒜搭了个保护罩，使大蒜一直保持干燥，让大蒜能一直新鲜。再说大米，好多人都头疼大米生虫的问题，放了大蒜后，大米生虫的情况呢就少多了。这是因为大蒜呢会散发出一种特殊气味，小虫子不喜欢，闻到就跑，不敢靠近大米，相当于给大米请了一个驱虫卫士。操作起来呢很简单，你只需要在米缸里或者装大米的袋子里找几个地方呢把大蒜埋进去，让大米把大蒜严严实实的覆盖住就行，不用什么复杂的工具，轻轻松松就能搞定。方法3，为了充分利用空间，不浪费每一寸容积，在放大蒜之前，最好呢把它们掰散。这样一来，同样大小的罐子呢就能够放置更多的大蒜，空间利用率大大提高。然后呢，我们拿出准备好的密封罐，保证无水无油无湿气。我们在里边呢放根香烟，再把大蒜瓣放进来。在日常生活里，抽烟的人群并不少见，可许多人有所不知，香烟在保存大蒜这件事上
有着独特的妙用，它能够有效地延长大蒜的保存时间，还能避免大蒜出现发芽的情况，堪称是一种简单又实用的生活小窍门。放好大蒜后，把密封罐的盖子紧紧盖好。密封罐营造出一个相对密封的小环境，这个环境呢有2大优势：一是足够干燥，能避免大蒜因受潮而腐烂变质；二是可以降低空气中的氧气浓度，同时提高二氧化氮的浓度。大家都知道，植物的呼吸作用呢是需要氧气的，而这样的气体环境变化能够抑制大蒜的呼吸作用，让大蒜的生理活动减缓，也就不容易发芽了。再说香烟，它含有的尼古丁具有抑制大蒜生长的作用。当香烟与大蒜放在一起时，尼古丁呢能够干扰大蒜内部的生理调节机制，让大蒜处于一种生长缓慢的状态，从而达到延长保存时间的目的。通过这样结合密封罐和香烟的保存方法，大蒜保存几个月都不会出现发芽变质的问题。下次买了大蒜，不妨试试这个方法，让大蒜随时都能够保持新鲜。每次一到需要到大量剥蒜的时候呢，是不是就感觉头疼不已？指甲剥得生疼，效率呢还特别低。别着急，今天就给大家分享2个超实用的剥大蒜妙招，轻松解决剥蒜难题，哪怕是剥上好几斤大蒜都不在话下。方法1：巧用塑料瓶剥蒜。首先，把一颗颗饱满的大蒜瓣呢，小心地放进塑料瓶中，一般500毫升左右常见的塑料瓶就很不错。放好蒜瓣后，把瓶盖呢紧紧盖上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，拿起装有蒜瓣的塑料瓶，开始有节奏的敲打。可以敲打在厨房的案板上，也可以敲打在比较厚实的桌子上，力度不用太大，均匀适中就好。在敲打的过程中，你会看到蒜皮一点点脱落，不一会儿你会惊喜地发现，大部分蒜皮呢已经脱落下来。我们倒出来看一看，大多数蒜瓣呢都剥好了，当然可能还会有小部分蒜瓣的皮没有完全脱落，但也不用担心，这些残留的蒜皮此时呢已经变得松动，只需要用手轻轻一瞅，蒜皮就乖乖地掉下来了。这神奇现象背后的原理其实很简单，当我们敲打塑料瓶时，瓶内的蒜瓣会在惯性和相互碰撞的作用下不断运动，蒜瓣与瓶壁、蒜瓣与蒜瓣之间反复撞击摩擦，而蒜皮和蒜肉之间的连接相对脆弱，在这样持续的外力作用下，蒜皮就逐渐和蒜肉分离开来。整个过程简单又高效，不仅能够快速剥蒜，还充满了趣味。下次剥蒜不妨试试这个方法。方法2：把那些需要剥蒜的大蒜放入碗中，接着往锅里加入温度在50度左右的温水，让大蒜在温水中安静地浸泡几分钟。在浸泡的过程中，你会看到原本紧紧包裹着蒜肉的外皮渐渐变得松弛。当浸泡到大蒜外皮微微发软，用手轻轻一捏，能感觉到蒜肉和外皮之间有了明显的分离感时，就说明浸泡到位了。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轻松剥皮啦。随手拿起一颗浸泡好的大蒜，用手指轻轻一搓，大蒜皮轻轻松松的就从蒜肉上脱落下来，完全不需要像以前那样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去一点点勾皮。就这样一颗接着一颗，动作流畅又迅速，没一会儿功夫，满碗一大碗的大蒜呢就剥完了。整个剥皮过程轻松又解压，看着一堆白白胖胖、干干净净的蒜瓣在碗里逐渐堆积，别提多有成就感了。这个方法简单又快速，特别适合在家里做大餐，需要大批量剥蒜的时候使用，不仅能够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
还能让剥蒜这件原本枯燥又麻烦的事情变得轻松又有趣。下次再遇到需要剥很多的大蒜的情况，可一定要试试这个妙招。以上内容大家都记住了吗？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要是觉得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，希望帮助更多的朋友。感谢支持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